这两颗记忆珠看上去都一样，你是怎么分辨的？记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哦，那对你们侠岚来说，记忆的感觉是怎样的？有喜，有悲，有一辈子不想忘却的，有一刻也不想记起的，一套一套的。那山鬼瑶，你不想忘的是什么？不想记起的又是什么呢？不想忘却的是和老师还有易痕熙一起的日子，不想记起的是我亲手害死了老师。不想忘的是老师，不想记起的还是老师。哼，你们侠岚的记忆都是这么有趣吗？不过，你这些话倒和我从贾叶那里听来的一模一样。当然，在我的控制下，你不可能撒谎，开口只能说真实的想法，动手只能做我允许你做的。是。那接着说说，这两颗记忆珠对你而言感觉有什么不同吧？有一颗的感觉更加熟悉。哪颗？这是浮丘的？不是，是破阵的。很好，希望你的这份熟悉能帮我找到它。破阵。琼奇大人，破阵的位置已经确定了，它就在无极之渊。他是山鬼瑶，曾经是9公岭阳天殿的镇殿使，太极侠岚。破阵的位置就是他告诉我的。琼奇大人，我这就去找破阵。这就是破阵。正是。我听说他们出现的地方与他们进入月空之门之前最后的念想有关，是这样吗？是。那破阵出现在这里，他的念想是什么？彻底消灭穷奇。哼，他想彻底消灭穷奇大人。我记得当初那9个侠岚，他们联手都无法干掉穷奇大人，最后只能赔上自己的性命，造出神坠，勉强完成了封印。而你们却想要彻底消灭穷奇大人。哎呀，破阵，有意思的家伙。你能改写记忆？是。很好，改写破阵的记忆，
让他效忠穷奇大人。是。统领？哼！怎么了？完成了？完成了。这记忆珠要怎么交还给他？只要有解开记忆封印的人，或者在解开记忆封印的地方，记忆珠都能顺利归还。很好。山鬼瑶，把记忆珠归还给破阵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山鬼瑶，你！山鬼瑶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浮丘的记忆珠会进入破阵体内？我可不记得我说过那颗记忆珠是浮丘的呀。你已经不受我控制了。难道是那个时候？你过于自以为是了。就是利用你这一点，我才能在你的眼皮底下完成我的计划。你的计划？刚才进入破阵体内的，根本就不是浮丘的记忆珠。甚至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手上根本就没有浮丘的记忆珠。那你给我的是谁的记忆珠？我自己造的喽。说起来嘛，倒也可以算是破阵的记忆珠，只不过是我和破阵过去共同的记忆。共同的记忆？人的记忆是相互牵连的。比如你们共同经历过一件事情，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共同的记忆。不明白是吗？说来也正常，你一个灵，怎么能懂得人的记忆？就从刚才说起吧。其实，在找到破阵的时候，他的记忆珠就解开了。原因嘛，我说过了，彻底除掉穷奇一直是他的夙愿，他的计划是围绕着穷奇而展开的。而要实现这一点，无极之渊就是他最重要的战场。因为我知道这个计划，所以我能判断出来。接着该说什么了？哦，对了，我在媚谷救走天净沙，但破阵的记忆珠却落到了你的手里。和你正面拼抢，我几乎没有胜算，所以嘛，我只能演一出戏，装作与你合作。当然了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和贾叶不一样，你会选择控制我。所以，我要算好你可能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。现在看来，我算得还挺准的。那接着说说，这2颗记忆珠对你而言，感觉有什么不同吧？有一颗的感觉更加熟悉。哪颗？这是浮丘的，是破阵的。想起来了吗？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呀。我造出的那颗记忆珠是我和破阵一起经历过的记忆，所以我会更加熟悉。你问那颗是不是浮丘的，我也没有骗你，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浮丘的嘛。而且，一旦找到破阵，我算准你一定会让我改写他的记忆，所以，我提前在这个记忆珠里设下了一个阵势。一旦我向里面注入金属性元气，阵势就能唤醒我，让我摆脱你的控制。最后嘛，要说到我这个计划的好处，就是能跟着你堂而皇之地进入无极之渊。
而不用和那些烦人的杂兵交手。要动手了吗？看来你是没有别的问题了。不过，泰，你似乎忽略了一点。这么快就忘了？之前在魅谷，我给你说的那些话，虽然我无法干掉你，但是有个人可以做到。只不过那个人现在正处于石化封印的状态，他的记忆珠就在你的手上。破阵？没错，他的记忆珠在你手里，所以我只能和你合作。等救回破阵以后，再和他联手干掉你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退役亭退役啊！不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退役亭观看《侠岚特别篇》。放心，今天我出现在这里可不是为了退役什么的。为了能使用退役亭，我跟天净沙老师可是说了不少好话呢。比如天净沙老师是9宫岭最英俊潇洒的侠岚这样的话，还有负责给小年糕买1个月的年糕等等。小年糕，年糕来啦！哎，这些还是好的，还有那些，就不给大伙儿看了。言归正传，侠岚的第5季马上就要播完了。观众朋友们对于人物、剧情、配音等等，更是有着很多有趣的讨论和联想，当然也有不少疑问。在破阵统领的批准下，在天净沙老师的协助下，在卤煮店老板关二爷的友情支持下，还有许多工作人员的努力下。谁是其他？我们没名字吧？总之，经过大家的努力，还有广大观众朋友的积极参与，终于有了今天这个特别篇《侠岚问答》。接了啊！在观众朋友的来信中，我费尽脑汁，辗转反侧，左右抉择了好久，因为问题实在太多，我只好想出了这么个办法，把所有观众的来信都放在这个箱子里，我随机抽出问题，在今天的侠岚问答中为大家解答，这样就公平了。好了，闲话少叙，首先来第一个问题。看自己好像是个女孩子呢。第一个问题，展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在你心中，千钧是怎样一个人？千钧，说实在的，一开始我觉得他挺烦人的，总是怎么哪儿都有，总是一惊一乍的，没错。而且一开始我还觉得他很不讲理。快走！后来我才知道，千钧这家伙有着一段伤心的往事。千钧对灵深恶痛绝，不过虽然我有灵力，但是千钧对我还是像同伴一样。有些朋友问我，在我误伤陈月，差点离开9宫岭的那段日子里，为什么千钧不来看我，不来安慰我、鼓励我？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也在想千钧是不是不把我当作同伴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同伴有很多种，有一种是经常在你身边问寒问暖，你渴了给你水，你饿了给你吃的。不是说你啊。还有一种是在关键时刻帮你守住事业、维护原则的同伴。我想千钧就是这样的同伴。他不善于表达，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就算是现在，他也依然如此。总之，在我的心里，千钧永远是我的好朋友。棒槌。嘿呀，我说了你那么多好话，你又说我是棒槌，你才是棒槌呢！你们全家都是棒槌。
刚才忘了说了，钱军这家伙最可恶的地方有2点：第一，就是这家伙老叫我棒槌；第二嘛，就是他总爱和我抢风头。哼，不提他了，咱们接着往下进行。能告诉我们“灵”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吗？这谁提的问题啊？“灵”这个称呼怎么来的？这我怎么知道？喂，那个谁，你不是灵吗？你们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呀？哎，别跑啊！没办法了，看来得请出今天的特别来宾了。关于灵的问题，这个人应该是专家，不过他很危险，我得小心一点才是。有请三魂之太。那个有这么问题啊？就说你们灵的称呼是谁取的？是你吗？还是穷奇啊？是穷奇大人。原来是穷奇取的呀！你要称呼穷奇大人？哼，我堂堂侠岚怎么能称呼穷奇为穷奇大人？虽然我在剧情里还不是你的对手，不过现在嘛，这里我做主，你到底说不说？灵代表混沌、黑暗、无序。这就算答完了吗？我怎么听得云山雾罩的呀？那好吧，我代表观众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就说一说你对你那些手下的看法吧。贾叶破坏一个，所以我除掉了，其他的嘛都是废物。那三魂呢？除了你，还有2个都是谁呀？他们厉害吗？有没有什么特点？嘿嘿，最好说说弱点。哼。哪有做嘉宾这么嚣张的？真是灵性不改，走了也好。不理他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神坠试炼的。在神坠试炼时，毒龙不惜代价想要在比赛中赢得大家的认可，可为什么破阵统领不制止其他人对杨天天的歧视呢？为什么在毒龙作弊的时候不管？为什么毒龙赢得了胜利，却没有取得大家的认可？这个问题我也想过。其实这场比赛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。不管抱以什么目的，当你为了一个目的不惜一切，甚至去作弊违规的时候，那这样的胜利当然是不会被认可的。至于破阵统领为什么不管，我想可能破阵统领是希望毒龙能在逆境中找到自己正确的成长吧。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看看啊。展池你好，说我的。我想知道，在你看来，山鬼瑶是怎样一个人？这问题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好吧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是仇人，因为他抢走了我的姐姐。后来又成了敌人，因为他投靠了贾叶。再后来，用9公岭的说法，我们是同伙。不过经过长时间的相处，我觉得山鬼瑶其实不坏，就是有那么一点儿，怪。就是到了现在，我也摸不透他的想法呢。你可真有闲心啊！居然跑这里来搞什么特别篇？不想救你姐姐了？观众朋友们，关于侠岚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、意见或建议的话，记得来信呢。我们下次再会。你轻点，轻点。